如你年轻的脸。跟着王菲演唱的盛世战歌《如愿》，我们来看看今年的国庆假期的拼盘电影《我和我的父辈》。该片是由吴京、章子怡、徐峥和沈腾主演，并联合执导的剧情片，是继2019年《我和我的祖国》、2020年《我和我的家乡》后第3部国庆黄金档的拼盘电影。电影由乘风、诗、压先知、少年行4个单元组成，以革命建设、改革和盛世为历史坐标，以时间为顺序，讲述了中国人的血脉相连和精神传承，再现了中国当代人革命奋斗、努力拼搏的时代记忆。影片《乘风》取材于抗日战争期间一支战功卓越的铁骑队伍——冀中骑兵团。他们为了保护群众撤离，与日军展开了殊死搏斗。这个故事情节听起来有点老套，影片也有点旧酒换新瓶的感觉。电影一开始就看到一群人在田地里忙活着掰玉米，互相打闹逗趣，以为这只是一群普通的农民。直到天上传来敌机轰鸣的声音，他们迅速拿出藏在草垛里的枪，骑上马，才知道这是八路军的骑兵团。导演吴京把镜头对准了一对父子，吴京是骑兵团长，演员吴磊饰演通讯兵。这对父子投身革命，在生产与战斗的生涯中，既有父子间面冷心热的亲情，更有抗日战士无私的牺牲精神。为了尽可能呈现当年的壮烈，不仅用真实的马匹实拍，而且还演绎出了骑兵团出击的大场面，气势磅礴，壮烈勇敢。但是骑兵团冲击日军阵地的高潮戏全程都是慢镜头，感情的张力是有了，但战争的烽火味却没有出来。吴京可能还是以饰演硝烟滚滚的长津湖为主。这部《乘风》有战斗片段，但更多的是大段的感情文戏，主要是让吴京过把当导演的瘾。自5月开始，冈村宁次亲自指挥的大扫荡日益猖獗。9日下午，警备旅有叛徒在博野投敌，很可能已经供出了骑兵团的动向。打枪了！上！打最后的，打最后的，打！你上来喽！你上来喽！好好的，老天爷站咱这边呢。全片比较出彩的片段就是章子怡的诗。1969年，中国长征1号火箭研发基地，漫天飞舞的黄沙，破旧的土坯房里，每天的餐食简单，能有肉吃就是奢侈，过年的待遇了。这就是王轩和章子怡饰演的父母与2个孩子的日常生活。印象深刻的一场戏，桌子上有4副碗筷，中间的盘子里除了窝窝头，还有难得见的肉丝。孩子们开心地跑过来，大口大口吃起来，满脸的幸福。这时候哥哥低着头边吃边问：昨晚你们去哪儿了？怎么没回来？妹妹夹了一筷子肉放在没有回家的爸爸的空碗里，而一旁的妈妈不敢回答，只能用力挤出一丝笑容。这是他们的父亲意外离世的第2天，妈妈痛失爱人，但还是要压制着痛苦与悲伤，不想立刻告诉孩子们父亲去世的真相。这就是那时这群背负着研制人造卫星使命的航天人的日常生活。
为了航天事业，他们挥洒的青春和汗水，稍有不慎，甚至会付出自己的生命。但是这些事情孩子们却不知道。扮演父亲的黄轩说：“我是个诗人，我的工作就是每天在天上写诗。”影片的结尾，他们的女儿作为新一代的航天员，乘坐的神舟飞船和父母参与建设的东方红1号在太空中相遇。导演用这幅画面和一首诗歌来演绎中国航天人薪火相传的精神。爸爸，你到底是干什么的？我是个诗人，我的工作就是每天在天上写诗。天上怎么写诗？你们昨天晚上去哪儿了？跟爸爸在一块。是不是回不来了？可大家的爸爸都没有回来呀。我就问，谁家爸妈说过真话？孩子们要是问起来，怎么说？实话实说呗，万一呢？爸爸做的东西和这个灯笼差不多，都是靠中间的火才能飞上天。妈妈的工作就是做这个火的，可是它很危险，如果发生意外，我也会死。爸爸妈妈都不一定有时间陪你们长大。能不能完成任务？这能飞起来吗？我数3、2、1。3、2、1，点火！鸭先知电影取材于中国第一支电视广告诞生的背后故事。生长于上海的徐峥再次聚焦于上海的弄堂生活，以此致敬改革浪潮中敢为人先的父母一辈。鸭先知的故事发生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，销售科科长张平阳为了把厂里代销的酒卖出去，在儿子东东等人的帮助下，靠着新中国第一支电视广告完成了逆袭。其实当初也不是为了梦想，也不是为了赚钱，而是作为药厂销售科的科长，要努力圆满自己吹的牛。这在很多人看起来就是一场闹剧，但他还是顶着大家的嘲讽，带着儿子东东坚定地去做了。作为主演和导演，徐峥依然在自己最擅长的上海小男人的形象上深耕细作，在市场经济改革的大背景下，用一个脑子活络、思想超前的弄潮儿做主角，再复制一些时代元素，戏很快就出来了，并前后呼应出上海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时隔24年再次以演员身份参与电影的张艺谋是其中的一个彩蛋。影片中张导放话：“你别蒙我，我可是拍过电影的。”说实在，张导的表演比较僵硬，演技有待提高。我的爸爸叫赵平阳，他的头很大。这个人啊，是药厂销售科的科长。当初听了你说的话，厂里才剩了那么多酒卖不出去。这个家本来地方就不大，谁那么好的？要钱没钱，地方没地方。我的爸爸却迎难而上，想到了一个好主意。什么是广告？以前没有，以后也没有吗？春江水暖鸭先知，我们要做就要做第一只敢于下水的鸭子。哎，小马，哎，班长，听说你拍了个广告啊？那得有气派，有格调，得有种道法自然、天人合一的。他吹牛。准备失败！别蒙我，我可拍过电影。宝贝，真是个宝贝。桂圆、玉竹、人参、如假包换。我爷爷要是想买，你就让给他一瓶吧。
舒心活络，怨言瞑目。叔叔您就让给我吧，这个大人怎么这样啊？我也需要补啊，补气养血，一费生津。叔叔您就让给我一瓶吧。您可真是舍己为人的活雷锋，我们全家人一辈子都会记得您的恩情的。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沈贵羊绒酒吗？吃得香，睡得好，蹦得高，跳得远，红光满面，一蹦老高。要不要？叔叔，这我可要说你了，你不把酒卖出去，不觉得这样很自私吗？除了徐峥，沈腾带着开心麻花也为父辈贡献了不少笑料。未来科技感的《少年行》发行在当下的2021年，失去父亲的小小遇见了从2050年穿越回来的智能机器人行一号，阴差阳错下两人成了临时父子。这对父子撞在一起，开启了笑料相伴。小小热爱科学，有些任性，也很执着，但妈妈独自养家，无暇顾及他的梦想，同时在他成长过程中缺少父爱，这些都让小小不够有底气坚持他的梦想。就在他最动摇的时候，这个机器人爸爸却成了他最有力的臂膀，鼓励他追求梦想，不要怕失败。在机器人老爸的影响下，少年小小坚定地追求科学梦想，展现了影片的主题：少年强则中国强。一个静止的物体，当它受到外力大于摩擦力的时候，自然就会发生位移，而这个外力有可能是地球引力，也可能是来自于未知的神秘力量。妈，灯它自己掉下来，它自己摔碎了。他跟你一样不想活了？就是这个力量。你是从2050年过来的？大肚腩，双下巴，这也太像人了。这谁呀？他是王阿姨给你介绍的相亲对象。这是喜欢 cosplay 呀。从抗战时期的尘封，国家发展初期的诗，改革开放的压仙纸，到光荣盛世的少年行，4个家庭4个故事，有笑有泪，很有温度。而这些普通家庭的背后，又都连接着国家和民族，承接起4个极具特色的时代。但有观众评论这部仓促上马的主旋律电影有点乏善可陈，而且几个大牌明星既是主演又是导演，赢者通吃。我们确定拍骑兵团的故事的时候也很兴奋，我写完剧本我都很期待，用现代的工业化的电影水准专门拍马的电影。我说老吴，这事儿我觉得只有你能干。走起了！以前我觉得我骑马骑得还行，拍到现在我觉得我以前骑的马都是小儿科，在马上完成那些动作都太硬核了，摔马也好，跃马也好，跳障碍也好，开枪也好，每个演员都实打实的上。马场和导演没有说有这么多高难度的动作。哪摔了？不逼迫人就不知道自己能力有多大。拍这马什么动作，中国有一点小危险的，靠坡啊、骑手啊，跟武行的配合都很好的，摔啊，比较有点难度的，真的有人受伤，原谅那个救护车方面现场。最后马上开机了，我说战友，你多要说点什么？说安全的，人绝对不要受伤，马绝对不要受伤。安全地方放真人，这边摔马摔人地方放马。所以我们要做了很多假马哈，很多保护措施。
没有事没有？哪有事没有？咱俩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咋了？你这进岔子了？有事说话啊！好的，我知道。马没倒，我跳下来了。有点对不起他们。别受伤啊！咱们俩都不受伤。我也看见导演亲自到现场，在我摔的地方捡石头，我能感受到导演比自己摔还紧张。200匹马，这个动作上边，这算是个奇迹。导演为了保护我们马术组全组工作人员，包括导演组、美术组，全部去动起手来捡石头、铺沙土。导演要求给我们把这一块场地全部铺成棉花地。做特技的骑手全部穿的护具，这些东西保护了我们很多的队员。如果没有导演这样的强烈要求，那这个戏的人受伤率就是大大的提高了。缓过来了，因为开玩笑被揍了。好了，我都没有拍过那么大场面的马战，而且这是中港电影以来是最好的马战片。